记得。好，今天王太提醒我啊，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活也进入了第3年啊，要学会一个就是这个动作。这是什么动作？王太？闭嘴。闭嘴，怎么听都像是骂人的是吧？昨天我们打脸，今天闭嘴。我想说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学会了闭嘴。大家听到了，关键词是王太学会。那闭嘴啊，想来应该就是更少的去说一些什么事情，对吗？不光是开口去说这个事情，还有连这种样子的想法在心里面都不用去耗费时间去想。对，这个对我生活2年下来，感觉到最大的一个心里面上面的改变和那对自己要求很高。为什么是这样呢？今天我们分3个部分来说啊。第一个部分是要学会让自己闭嘴，对自己的。第二一点呢，是对别人要学会闭嘴。第3呢，是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土地啊，所在的这个国家也要学会闭嘴。当然啊，王太都是指的是他自己开始之前啊，我们先占用10秒钟。如果你是新朋友，我们这个频道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中年人如何追求幸福，以及给中年人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勇气。好，每次我们都会穿一下啊，其实是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好，那我们来说第一个部分怎么讲。王太说，对自己学会了闭嘴。原来你觉得自己是话太多了吗？想的太多了吗？当然，以前工作的状态就是开口吃饭嘛，以此为生的话，真的确实是挺多的。然后我说的这个闭嘴哦，是内心里面对自己这种 self-critics 的评价。对自己啊，对，包括说你本来会有一些怎么样对自己的评价。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讲说无所事事，就是离开工作之后，其实经常我会心里面就是我内心好像就有一个我爸的声音在说了，这种年轻人不务正业，年纪轻轻在这边已经开始躺平了，这种日子怎么过？就是说你会有一个批判性的想法去否定自己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客体化的过程。对，还有我有时候在厨房里面忙的时候，在我们欧卡厨房工作的时候，就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哎呦，硕士毕业哦，搞法律这么多年哦，以前还是这个亚太法务总监哦，在搞这种事情哦，真是的，这个在混什么，在搞什么？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我看起来已经算是大的事情了，因为就我对你的了解，哪怕是小的事情，比如说，哎呀，下一单快要赶不上啦，哎呀，客户突然来了一个抱怨啊，你都会客体化出来另外一个自己啊，或者用你的话说，你爸的这个形象，然后就对自己进行批判，让他来产生很多很多的担心。对，是吗？对。那么为什么你现在说学会了对自己闭嘴，它是怎么个过程？造成了哪些好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你会我自己会有2方面的自我的 awareness， 因为去年立一个志愿就是要有 self awareness，就是立刻想一想，如果是马来西亚人看到我在这样的想法，如果产生这种想法，他们会对我说什么？原来我插一下啊，就大马人他们怎么行事，也会对你如何管理自己产生影响啊？对，说说看，哪个说说看？说经常就是像观众们鼓励我们说，搞餐饮那又怎么样？搞档口的，就算不是一份非常安逸的工作，但是有手有脚，没有作奸犯科啊，就是这是你的劳动啊，对吗？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说，我会试图像他们就是一个朋友，还有就是无条件支持你的人这个样子来。就是说把自己放到一个我是我自己最好朋友的一个角色上面，然后跟自己说，这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吗？还有就是人生很长，你就这边躺平几年，那又怎么样？你已经工作了这么辛苦的这么多年，然后当年的这些积蓄的话，你可以躺平很多年的，你不用着急的。我听到了你受大马人的影响以及让自己闭嘴的这样的几个方法是切实有效的吗？我觉得挺有效果的。结果是让自己更少焦虑了吗？我觉得就是停止这种 chaos， 你内心的 chaos， 然后你就有这个 inner peace， 然后这我觉得是全然的接受自己的一部分嘛。明白。就是那本书叫 Surrender Experiment， 我觉得这几年还有包括把自己丢到马来西亚生活，就是一个上天给我的礼遇嘛，那就 to feel it，
对吧非常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好，对自己的好像是心里的，怎么讲？又王太说要学会对别人要学会了闭嘴。这个别人是指谁？怎么个闭嘴呢？他想表达一些什么？我也想听王太说说看。这个别人的话也是很广的。首先最亲密的肯定就是家里面的成人嘛，对你还有对 Wilson， 就是要开口讲一些话的时候，就是要问一问自己，这话真的要说吗？我是不是扫人家兴了？是针对扫兴这个事情。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就比如说今天你在车上做了一个很诡异的动作，怎么了？放屁了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早上因为有猫毛的关系，可能会连打几个喷嚏，然后打喷嚏的那个至少一打，我觉得对，那个声音和数量都跟我不一样，特别打的那个我感觉很戏剧化，很有戏剧张力，对吧？然后其实我心里面的感觉不是说戏剧张力这样一个词，是一个挺负面的。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会脱口而出就跟你讲说那个很负面的一个词儿，但是我现在就不会说这个词儿，我会把自己忍住。首先我要觉得说我要忍住，因为第二个我就会觉得说他就是跟我打的不一样嘛，我为什么就会这么 judgmental？ 我干嘛要对我的伴侣说这种话？第三个我就会思考说，我说出去这个话，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不会觉得很 embarrassing？ 就是会考虑到你。我真的是 drama king 我确实是在想怎么可以演的，但大家不要误会我可不是说那种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打出来的，我可是没有打出来闷住的，但是我确实想那个声音表演的，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天生爱演。其实昨天还有一件对 Wilson 的事也是，他不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篮球没了吗？前一天晚上去篮球场练球，可能就没拿回来。我听到他这个想，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觉得我想批评他，说你这一个篮球也看不好，用你自己的钱去扣，你再重新买一个新的。我本来第一个想法是想说这个，但是我就想到说，我干嘛要说这个话？就是我小时候也丢过东西嘛，大人如果这样批评我的话，我肯定心里面很难受嘛。那我就试着另一个方法，我说赶紧的，我们再去球场找一圈。我觉得事儿已经发生了嘛，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给他一点灵感，就是把这个事情补救一下。对，非常好。我就把那种很扫兴的、很让人泄气的那种话，我会觉得说我应该闭嘴，因为别人马来西亚的人他们不会这样去说的。这个对这个事情于事无补，只会让你变得非常刻薄嘛，对吗？又是受到了大马人和这个环境的影响OK， 那我们讲了对自己，也讲了对身边人、对朋友的闭嘴，这都是记住这都是王太学会的。我们可不想去教别人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没有这个意思。分享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还是那句话，好，那么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又怎样讲？这两者之上，我们要学会对环境，对我们所处的国家，那就是大马啦，要学会闭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说太多了吗？是不是我们每天在 YouTube 说太多了呢？真的是有一点关系。我觉得我们的含马量，我们生活当中的含马量是非常高的。除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然后我觉得在观众给我们的一些反馈上面来讲的话，我最大的触动就是我们的这些留言嘛，你看95%以上。都是非常鼓励的，或者 either 是鼓励的 ，either 就是 informative 的那种批评你的，或者说是给你进行人格贬损的，其实实在是太少了。但是我在想，我们如果在国内的自媒体做这些的话，你可以想一想，画风是正好反一反，要关评论区喽。对，要关评论区的。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样子来包容我们？然后我也在我们的观众群里面曾经去问过他们就是会觉得说，你本来就是新人嘛。你对马来西亚不了解，还有就是你原来是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你的所有的想法，我们觉得我们都虽然不能够感同身受，这是一个原话我们观众那个 We 他说话，虽然不能够感同身受，但是试着去了解。非常有同理心，对吧？对，非常有同理心。所以这个是一个触动。第二个触动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Wilson 好像在跟我们做一集影片当中，他去描述马来西亚某一款食物，他说很难吃。就有好几个马来西亚观众跟我们讲说，用难吃这个词儿不是很那个得体，或者说很恰当，因为食物来说是个人的 taste 来决定很多的。对你来说，你觉得很难吃，其实更妥当、更不伤人的一个说法，应该说是就是我不太喜欢就可以了。难吃的话，
可能是对这个食物的全盘的否定。他们觉得马来西亚人就不会这样说。这也是对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所以他们不会说 pointing out your fingers， 然后拿个放大镜来看你，甚至就是以他们自我为标准，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那对你的行为，我们讲的是你嘛，对你的行为有一些什么影响呢？我觉得对我的行为就是除了刚刚第一、第二点说的，不要对自己太 harsh， 然后第二不要对别人说那种很扫兴的话。第三个我就在想，我们只是初来乍到2年的人，我们对马来西亚一点都不了解，对吗？我不能说一点不了解，太过肤浅了。我们对马来西亚的很多的 judgmental 的这些词儿，我也应该闭嘴，不应该去说。比如讲说，观众有跟我们提到，他们看到一些中国人，他们会用一些词说马来西亚是很破旧的、破烂的。这种词就是非常的 judgmental， 而且我觉得是贬义词。这种词我们就不应该用，我们甚至是一个游客的视角用这种词的话，真的很不恰当。这点我也学会了，而且我相信我也是践行。那么就像上一次和苏长老聊天一样，他说你们做得很对很好，到了一个地方就去赞美他啊，这样你自己也会获得很多的回报嘛。那你讲的这个，我发现生活中啊确实是有的。我发现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当然有些是大马的朋友，他们会说一些大马社会生活、政治文化中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有可能是他们的观点。那有很多中国朋友也会跟着起劲，他说：“哎呀，什么地方这个什么大学生如何行为不端啦，等等什么这个政府啊效率太慢啊，等等等等，像这些我通常都是不接茬的，我不会跟着去说的。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观察，但我觉得我们轻易的评价在大马人看起来在接纳了我们的大马土地看起来，有可能会显得很可笑的。我们真的就像你讲的，我们能知道多少呢？再说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是没有选举权的，也没有这种那一般人来讲，你权利有知情、建设、建议，然后呢去改变它。我觉得我们大量的权利都是不所拥有的。我们本身在中国也没有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这个建设的事情，我们现在去说就显得有一点贸贸然其实会让真正了解这个内情的人肯定会显得很可笑的。我们不如先假设自己要说的那些事情是错的，我觉得不如这样想的还会更好一点。是，中国不是还有一句古话叫在其位谋其职吗？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移居者，我们又不是国民。讲了难听一点，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对人家的国家的大事进行这个所谓的评头论足，然后还要来什么长幼之分之类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没有这样一个 position，we're not in this position to comment。对，这种场合我听到就通常感到很尴尬但有时候大家也会看到，讲到这样的，我通常就闭嘴了，我会不说话来表明我的态度。OK， 那么这是王泰和马来西亚人所学到的3种闭嘴，对吧？我其实有一点我不同意你。你说？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我们是不能闭嘴的。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张嘴。那就是面对美食。可能我以为你这是谐音梗还是段子梗？我明白你意思。说的闭嘴跟你说的闭嘴是2回事。对，在是美食当前是不能闭嘴。拜拜，拜拜，拜拜。还有呢，针对我们OKA的美食，当然也不要闭嘴，关注 Facebook， 来试一下，买一买，拜拜。对观众还经常会说我很喜欢打断你，对我也确实应该闭嘴。Thank you